寡了天欢。为何心中忽然如此不安？不行，炼化之法凶险，须得静心施法，不能功亏一篑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玄奘宫里的青鸟仙子前几日被卸了职，离开上清神域了。原来是害了相思病啊。不过我听说，最近好几座宫殿的仙娥都被换成了腾蛇一族的，说是天欢圣女的意思。如今诸神陨落，只怕上清神域不再是过去的上清神域。怎么又是你这个小精怪？贵客到此，有失远迎。天欢人在何处？请随我来。圣女开恩啊！我们也是辛辛苦苦的修炼了好几千年，才觅得机缘进了上清神域，求圣女不要赶我们走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修行不容易了，不过这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啊，就怪桑九吧。此事与桑夫人何干？因为你们伺候过他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就觉得厌烦。怎么样，这个理由足够了吧？若我不走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随明夜战神来到玉清宫的，想来明夜神君也是玉清宫的主人。若圣女非要赶我走，那就当着他的面分辨个明白。你拿明夜威胁我？从前的12神明皆在之时，上清神域也不是谁都能独断专行、狐假虎威的地方，凡事都要讲个公道。小小花仙也敢冒犯我？圣女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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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圣女，莫和桑九求见，说是想向圣女亲自赔罪。还未对他动手，倒是自投罗网来了。桑九，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，已经晚了吗？不对，天欢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竟然入魔了，真是个肮脏下贱的棒妖！
可惜了，圣女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棒妖手里。时机已至。桑九，我很快就可以为你重塑仙髓了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救命啊！刚刚有个魔女杀进了上清神域。魔女？她抓走了天欢圣女，往东南方泉水处去了。桑九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入魔了？明夜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！他抽走了我的仙髓，救我！桑九，若你还能听见我说什么，就把天幻的仙髓放下，到我这里来。放下。桑九，给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墨竹，如果你的朋友离开了你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会选择怎么办呢？若他不是不想回来，而是生死相隔呢？今日，若是你有闲暇，可否替我下山买些酒回来？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喝酒。不是。我想祭奠我的几位朋友。听闻人间若是有谁的亲友亡故，会以酒招魂祭奠，抚慰亡灵。我有几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先我而去了。你说，人死了之后会去哪儿？灵魂会漂泊无依，最终走入幽冥川，随河水流入世界的尽头。那神呢？神没有魂魄，神明陨落后，便是在这世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无论何处都再无可寻了。会有人记得他们，那就不算消失干净。这又是新的药方。对啊，说不定这一次就有效果了呢。
便是意志不好，也不必强求，顺其自然吧。你这算什么话呀？良药苦口，快乖乖喝掉。难不成你想一直瞎着赖在我这儿混吃混喝啊？我不知该去何处，我没有亲人，有人尽死。我的妻子。不，我如今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恨透了我，恐怕此生都不会再相见了。那你呢？一开始我便说过，你我各行其事，互不侵扰。明夜，你若是感觉眼睛好一点，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点光，都要记得告诉我，让我有个准备。准备什么？好准备一下离开这里。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告诉我就是了。你会一直住在这儿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了，我可以偶尔来看看你吗？不行，等你眼睛好了，我也会立刻离开。你要去哪儿？说不准，去哪儿都行。四处转转，想要快活。若你知道是我，只怕不会想再来看我。小心台阶，来。今日阳光好，你坐下来，我帮你梳头。啊什么？快坐下。这是我昨日新蒸的茉莉香露，便宜你啦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眼睛怎么红了？
没什么，可能就是相如熏到眼睛了。怎么不早说啊？我看看。你好点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还以为你眼睛好了呢。你别太难过，一定会好的。这些药草很灵的。原来上苍待我不薄，原以为从此无缘，没想到竟能再遇到你。桑九，若我一直没有痊愈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在这山林中相守？待我找到机会，对桑九实验一告，便带他回上清神域，再想办法替他调气滴髓。险些忘了，过几日阿兄就要来了，这些日子全然忘了功课。我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俩换一换，你到床上来睡。不行，你眼睛还没好。那你也上床来睡，我们俩挤一挤。你放心，我睡相很好，不会打扰到你。好了，睡吧。好。怎么会还没复明呢？明日我再去山上找另一种药草，听说十分有用。桑九，不要怪我瞒着你，我只想我们如今这样的日子久些，再久些。
张嘴。啊。这么甜，是蜂蜜？对啊，谁让你每次喝药都嫌苦？过来。嗯。你上山偷蜂蜜，被蛰了。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不疼了。报，圣女，我们在一处竹林里发现了神君的踪迹。来，你先坐这儿晒太阳，5时前我便能回来，到时候挖些笋子回来炖汤喝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口渴了，水在你面前的桌上，厨房里还有剩菜，若是起风了，一定要把披风系上。对，就在你手边。好。那我走了。嗯。你怎么在这种地方？你既然平安无事，为何不回玉清宫与我报个平安？我之前重伤，来此闭关休养，图个清静而已。叫你担心了。你伤愈了吧？明夜，你还要在这里住多久？你先回去吧，此处风光甚好，我想多住一阵。可你刚刚伤愈，总要有人照顾你吧？不如我留下来。不必了，有人照顾我。若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有一件关乎众多生灵的要紧事，我不得不告诉你。何事？昨日天兵来报，在一处山谷中发现了魔神的洗髓印，我这才着急来找你。若是魔气四溢，恐怕
洗髓印魔气强大，若污染了地气水脉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事耽搁不得，走。你们2人带路。是。稍等我片刻。我们走吧。明夜，你随天兵先走一步，我回玉清宫取点法器便过去。好。桑九，纸短事情，无暇背述。忽闻魔气现世，我需立即赶赴。短则1日，长则10日，必定归来，与你一一解释。不告而别，念你，忆你，明夜。那洗髓印就在中央，连这天坑也是被他砸出来的。魔神消散后，我立刻派人寻遍四周，才终于发现了这件魔器。你辛苦了。找这洗髓印只是费些力气而已。明夜，你失踪多日，杳无音讯，才是真的叫我劳心伤神。如今魔神已死，3魔器没了主人，虽然威力不比从前，但魔气仍能弥漫数里。若就这样放任不管，此地恐怕不日便会成为妖魔的居所。我听父亲说过，3魔器中，这洗髓印功用最为莫测，可加持魔气，又可用于封印结界一途。先前天兵们被俘获后，常常被此物洗去仙髓，灌入魔气，沦为妖魔。我实在不敢轻举妄动，一直派人看守着，直到找到了你。洗去仙髓，桑九是我的独生女儿，也是我们漠河的公主。为了你，自抽仙髓，此生无缘仙道。你现在一声道谢，便飘飘然地接过去了。我的妖气要反噬了。既然他能洗去仙髓，说不定也有办法为桑九重塑仙髓。我去看看。明夜。
此无阴邪其表，却中性其志。若能将魔气洗净，或可弃邪归正，有别的用处。魔气暂时遏制住了，需尽快去。 洗髓印魔气强盛，又已逐渐进入地脉。以我之力，也无法轻易将它取出。看来。 只能使用此法。护心灵，这护心灵乃是蛟龙之灵中最坚硬的一片，待注入我的神力，可为屏障，暂隔洗髓印之魔气。 林烨，如何了？洗髓印冲击此处地脉，二者已有融合之态。想要取得洗髓印，须得以一换一。我便用护心灵换得了洗髓印。那护心灵连着你的血肉，生生拔下，你怎能忍受？皮肉之痛，算不上什么。 父亲当年与魔神作战牺牲，如今你舍去护心灵，替换魔气，择披一方，不愧战神之位。父亲若知晓此事，也定会觉得欣慰。我以施法降下9天甘灵，加上有护心灵的庇佑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便会成为一处仙灵充沛的所在。此地山脉环绕，凹谷之中。 日月不照，便叫它不照山吧。
还是明夜你想的周到。父亲有那么多的部下弟子，只有明夜，你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也最懂他的意愿。那么父亲想要守护的人和事，你也一定会守护好的，对吗？走吧，先回上清神域。这便是火阳鼎。天地未辟时，火阳鼎的四足便是四时之序，鼎中之火便是灼灼炎阳，至阳之力。天昊在时曾开此鼎炼化妖魔，只可惜此法损元折寿，耗费甚巨。此后便一直尘封于此。用火阳鼎来净化洗髓印，确实再适合不过了。若能成，只需4个昼夜，便可净化完全。届时，便可用它来救治桑九。这火阳鼎中，春夏秋冬各为一时，以4时可炼化万物。燃我神髓，便可换得洗髓印脱离魔气侵人，将来或另有一番造化。我们也就能重新开始。明夜战神，姑娘以后叫我明夜便是。要不你也尝一个吧？你尝一下吧，可甜了。看见，不是看我。你愿意同我合修吗？什么？此一去，我必生死魂灭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终老。这么多日子里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也什么都不敢做，我连多看你一眼，同你说句话都不敢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打算用一张纸就让我滚蛋吗？你有没有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，喜欢我吗？没有。桑九，如今魔神复出，3界大定，又得苍天垂怜。欠你的，我一定会慢慢补偿给你。等我回来，哪怕拼尽全力，我也要炼化洗髓印，为你去除魔气。明夜，你竟然想用洗髓印去救治那个失了仙髓的小放精，为了他，
你不惜冒着走火入魔的风险去开火阳鼎，好啊！圣女，天兵已集结好了。有劳了。我一介孤女，无尺寸战功，这位叔伯还能听我差遣，着实令我惶恐。圣女言重了，不光是我驼法，在这里的诸位都是追随天昊战神才跻身这上清神域的。您虽然年轻，却是腾蛇一脉的圣女，玉清宫的主人，我们不敢忘本。那就好。明夜需要闭关几日，搜寻魔气一事，事关天下苍生，不能停下。我刚收到情报，说这魔气被蚌族捡了去，还请诸位随我一同前去搜寻。是。想与我争，桑九，你有这个命吗？明夜究竟去了哪里？我在竹林中找了一整日，也不见他的踪影。他还盲了双眼，能走多远呢？难不成是有人带走了他？天欢，明夜已经回了上清神域，格杀勿论。明夜，是你要杀我吗？禀报天欢圣女，此处无人。神域发生了何事？守卫竟然全换了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为何来此？我只是一个下界小仙，来找明夜神君。看你修为，连仙髓都没有，还敢妄称小仙？不过是个精怪而已。你找战神何事啊？我真的有急事找他，麻烦几位通传一声。只要将此物给他。什么珠子？不收不收！你还是回去吧，不是我们不帮忙，是战神要闭关4日，谁都不见。为何要闭关？他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当然是为了关乎4州3界的大事。如今战神一身肩负天下安宁，若闭关有什么差错，谁担待得起？那天欢圣女这几日在做什么？天欢圣女与明夜战神心意相通，正带领着天兵寻找散落的魔气，围剿这4州3界的妖魔余孽。你们这些小精怪，若与魔神有什么牵连，可要小心喽。小心点吧。既然明夜这几日要闭关，那我便再等他几日，到时
一定要问个明白。杀！伤我子民，先问过我的剑。这河里怎么专养出些麻烦货色？你也不问问自己几斤几两，也想和我们争？走，去保护父王。是。抓住他！老帮妖，你修炼了数千年。在我的景物陵下，却连百招都过不了，还妄称什么王，真是可笑。你那儿子倒是有些棘手，不过最终还不是败于我手。天欢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自然是来清剿妖邪的。听闻你们漠河水族勾结魔神，私藏魔器，你可知这是何族尽灭的大罪？不过，若你肯主动交出魔器，我便只惩首恶，放你们漠河水族一马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漠河水族一向安稳度日，清清白白，怎么会勾结魔神？这欲加之罪，上清神域就是这么行事的吗？我们上清神域庇护三界，如何行事，是你这种下贱小妖可以智慧的吗？你究竟为什么要害漠河？难道你忘了当初漠河还庇护过你和明夜？是啊，我与你们漠河无冤无仇，难道是图你们穷酸，图你们一身妖气，还是图你们这些一吹就碎的珍珠啊？圣女，此事要不要先问过战神？你什么意思？毕竟他也算是漠河的女婿。漠河的女婿？当初这窝棒妖嫌图报，逼明夜娶了那个泥巴味的小棒妖，明夜根本就不喜欢他，已将他休弃。这窝棒妖究竟哪里来的脸，居然敢与明夜攀亲戚？可此处全无魔气痕迹啊！那是你们蠢笨未能找到魔气，不代表他们没有勾结魔神。怎么，你如今已经杀了漠河这么多的水族，现在想起来做个好人了？听我的，是这窝棒妖勾结魔神，虽未找到魔气，但他们畏罪反击，颇为可疑。总归，一切都是这精怪刁环，偏兵反击是为了自保。放心吧，
明夜是不会怪我的。墨河哪有什么魔气？我看分明就是你有心魔。你嫉妒我的女儿嫁给了明夜，你就栽赃陷害她。我嫉妒的。腾蛇天生就是灵兽，我身为腾蛇一族的圣女，为何要嫉妒一个没眼界、没见识的小棒精？你们知道吗？那时他妖气发作，我假意为他调理，在那泉水中兑了弱水，还骗他说是什么滴髓泉，他竟然不知，还傻呵呵的忍头浸在水里。千万，你如此歹毒，定遭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！老棒妖，今日你漠河水族河族全灭，全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好女儿。是她不自量力，竟敢染指属于我的明夜。桑九，这就是与我作对的下场。神君有令，一旦找到这棒精，格杀勿论，给我搜。是。这虚影珠为何没了反应？他有阿兄的妖力加持，难不成阿兄出了事？你初修妖法，妖性尚未稳固，切忌心生动摇，大悲大怒，以免走火入魔。整条漠河哪里还有比公主更美的姑娘？将来啊，公主定能嫁给如意郎君。你还好意思说呢你啊？人家蛟龙明夜有仙髓，你也有仙髓，可是现在别人是战神，你呢，天天赖在爹爹哥哥身边混日子，害不害臊，羞不羞？嗯。记住了，只要有诚心，一定会感动神明的，一定会的。哎，好了，早点睡觉吧，明日再讲。
听闻你们漠河水族勾结魔神，私藏魔器，你可知这是河族尽灭的大罪？漠河哪有什么魔气？我看分明就是你有心魔。你嫉妒我的女儿嫁给了明夜，你就栽赃陷害她。我嫉妒她？你们知道吗？那时她妖气发作，我假意为她调理，在那泉水中兑了弱水，还骗她说是什么滴水泉。他竟然不知，还傻呵呵的忍头浸在水里了。老帮妖！今日你漠河水族河族全灭，全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好女儿。是她不自量力，竟敢染指属于我的明夜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爱上他，我不该救他，更不该嫁给他。是我大错特错，父皇，我后悔了，我不配做你的女儿，也不配做漠河的公主。
剐了天欢。为何心中忽然如此不安？不行，炼化之法凶险，须得静心施法，不能功亏一篑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玄奘宫里的青鸟仙子前几日被卸了职，离开上清神域了。原来是害了相思病啊。不过我听说，最近好几座宫殿的仙娥都被换成了腾蛇一族的，说是天欢圣女的意思。如今诸神陨落，只怕上清神域不再是过去的上清神域。怎么又是你这个小精怪？贵客到此，有失远迎。天欢人在何处？请随我来。圣女开恩啊！我们也是辛辛苦苦的修炼了好几千年，才觅得机缘进了上清神域，求圣女不要赶我们走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修行不容易了，不过这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啊，就怪桑九吧。此事与桑夫人何干？因为你们伺候过他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就觉得厌烦。怎么样，这个理由足够了吧？若我不走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随明夜战神来到玉清宫的，想来明夜神君也是玉清宫的主人。若圣女非要赶我走，那就当着他的面分辨个明白。你拿明夜威胁我？从前的12神明皆在之时，上清神域也不是谁都能独断专行、狐假虎威的地方，凡事都要讲个公道。小小花仙，别敢冒犯我！圣女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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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圣女，漠河桑九求见，说是想向圣女亲自赔罪。还未对他动手，倒是自投罗网来了。桑九，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，已经晚了吗？不对，天欢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竟然入魔了，真是个肮脏下贱的棒妖！
可惜了，圣女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棒妖手里。时机已至。桑九，我很快就可以为你重塑仙髓了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救命啊！刚刚有个魔女杀进了上清神域。魔女？她抓走了天欢圣女，往东南方泉水处去了。桑九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入魔了！明夜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，他抽走了我的仙髓，救我！桑九，若你还能听见我说什么，就把天幻的仙髓放下，到我这里来。放下。桑九，放开我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神君，先救人。是。桑九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？为何入魔？事情就是如此，神君，绿萼死的实在是冤屈啊！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先起来吧。你们今日受了惊吓，先回去好好休养。谢神君。漠河当真已被屠戮殆尽了。就算是被裹挟逼迫，可你们身为上清神域的天将，怎可如此奴颜婢膝、助纣为虐？神君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都是受了天欢的蒙蔽。那日从漠河回来后，我们就一直觉得良心不安，还望神君看在我们为神域相命多年的份上，功过相抵，从轻发落。饶了我们！你们几人废去修为，打入地牢，等候发落。滚！带走。是。
敢问妖王，桑九如今的情形，应当如何医治？我总不能一直用弱水绳索捆着他吧？入魔多是因心绪激荡、道心不稳所致，桑夫人全族尽灭，痛苦难当，因此堕魔。心病当以心药来医。心药？这谈何容易？我去看看他。且慢，神君若此刻现身，恐怕又会勾起桑夫人心底悲痛，会使她继续沉沦魔道。不如暂时让她独处，以神域纯清之气消解些许魔气，每日送些化浊生清的膳食汤药，待她心绪平复，再相见为妙。神君，虽说此事因天欢而起，但桑九堕魔，今日闯我天门，杀伤我天兵天将也是事实。上清神域自有法度，神君万不可偏私心软啊！是啊，神君，上清神域从来就与妖魔势不两立，否则雨神他们的牺牲又有何意义呢？桑九，你想没想过，明夜多年与魔族不共戴天，他众多至亲至爱的袍泽都死于魔族之手。你如今入了魔，他可会饶你？是啊，我已经无法回头。神君，天欢圣女已经醒了，她失了仙髓，又浸在兑了弱水的泉水中许久，正在大哭大闹。她认罪了没有？认了，这是供述。天欢还恳求说，他自知罪孽深重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还是想再见你一面。你去告诉天欢，他悖逆正道，已与妖魔无异。不，是更甚于妖魔。我与他已无话可说。待他被吩咐，我已经通知了族中长老，他们很快就能见到明夜神君了。献上这样的至宝，诸位长老，希望从我这里换取什么呢？请神君宽恕天欢的性命，这冰晶就能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天欢虽然犯下弥天大错，但她毕竟是我族圣女，请神君念在腾蛇族过往的功绩，饶她性命，并为她重塑仙髓，再将她驱逐出上清神域便是。我腾蛇一族保证，天欢一回去，
我们就会把他软禁起来，让他永生永世不得迈出巫山一步。我可以饶天欢不死，但你们若想让我为他重塑仙髓，还放他返回雾山，诸位长老会不会太贪心了？那明夜神君咬死不能重塑仙髓，也不能放你离开。长老们已经尽力了，好歹保全了你的性命。保全性命。我如今失了仙髓，又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鬼地方，还能活几年呢？就算没有雷击之险，也不过是等死罢了。明夜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呐！可笑，我父亲待他恩重如山，我爱他至死。他竟然如此待我，明夜，你既然不愿意救我，那你也别想救那堕魔的棒女了。杨鹤，你再过来一些。告诉长老，先扔进荒渊，再把这个消息告诉桑九。神君，腾蛇族的人回去了？是的，已经离开上清神域了。他们是如何得知我净化了洗髓印，还可以用它重塑仙髓？许是听到了什么传闻？派人盯着巫山，将那几个长老每日的行踪尽数报知于我。是。神君，你采用火阳鼎净化洗髓印，消耗了不少修为，这立马又要炼化这万年冰晶，属下实在是担心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不必多言。若我将这冰晶制成灵气，再将漠河水里留下的躯壳置入其中，涵养1000年之后，漠河便可获得新生。桑九心有慰藉，也许便可回归正道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神君赦免了天欢圣女，腾蛇一族源远流长，世代以来，像天昊这样的大英雄层出不穷。明夜神君多少会留些情面的吧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是。只是可怜了那漠河一族。我听说啊，只剩那个桑佑活着，受了重伤，又被丢到了荒渊那种地方，跟死了也差不多了。太可怜了。阿修。阿修，阿修，桑佑，阿修，桑九，季泽神君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荒渊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本是妖体，再往前走，便要万劫不复了。桑九，快离开！找不到我阿兄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桑九，不要一意孤行，
荒原中尽是妖魔，你应对不来的。明夜人在何处？为何让你孤身前来？有了这冰晶阵，接下来只要找全漠河水族的遗骸。神君，派出去的士卒回报，那几个雾山腾蛇族的长老果然行踪可疑。阿修！阿修！阿修！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这就带你离开。哎呦，我还当这是什么？原来是两只小棒精啊！被关了这么久，都快被饿死。终于能饱餐一顿了！让开！这棒精在嚣张什么？今天让你们俩都离不开这里！兄弟们，上！这不是战神明夜吗？和我们势不两立，怎会橘子来这荒原之中？堂堂战神，难不成是为情所困？为了那个小棒精，自投罗网？可惜你来的太晚了，他已被我们吞吃的血肉模糊了。一起上！
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只能受到欺辱，而天欢做错了这么多，还能得到宽恕？你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却要遭受苦难。桑九，桑九，醒来吧，别再堕落下去了。堕落？你们这种高贵纯洁的神君仙子做了坏事，那才叫堕落，不是吗？桑九，跟我回去吧。过去种种，诸般过错，我都会想办法弥补。回去？我能回哪儿去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回哪儿去？眼下他情绪激荡，怕是我和他说什么他都听不下去。需先稳住他的心神，不能让他继续堕落。桑九，那些屠戮漠河的天兵，可都是你的部下，如何处置？杀了我？他们被天欢利用蒙蔽，是我管束不周，定会严加惩戒。好，那你可曾宽恕天欢，饶他一条性命？请神君饶恕天欢性命，我族愿献出冰晶斩，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是，可是天欢没了仙髓，即便是我不杀他，他也活不了几年了。明夜，你好慷慨，你饶了他们死罪，谁来偿还我父王、我族人的性命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要他们都死。他们向漠河的妇孺老幼挥下屠刀时，心中没有半分善意，半分同情。我要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麻木不仁付出代价。桑九，我可以理解你心中的痛苦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堕魔，你这是在拿自己去殉葬，这不值得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值不值得、应不应该？给我滚开！让开！桑九，得先想办法带他们离开。桑九，明夜，好久不见。季泽，季泽，你怎么会在荒渊？我以为你……不错，我本体已陨，只是元神尚在。我已决意神躯镇守荒渊，永囚于此。我虽在阵眼中无法动弹，但可以试着送你们离开。荒渊凶险万分，一定不要再来了。季泽，
纪泽，等等！圣女恕罪，我等来迟。明夜神君不在，要解开这结界，果然容易了许多。既然他非要闯荒渊英雄救美，那以后这玉清宫就归还我们腾蛇一族吧。为何带我来这儿？我以为你会把我带回上清神域关起来，毕竟我杀了人。我答应过你，会陪你一同面对，便不会骗你。不管你是仙、是妖，还是魔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桑九。我阿兄何在？我尽力了，可是他伤得太重，暂时无法复原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用这冰晶斩，精心涵养，你的族人就会有新生之机。只要将漠河水族的遗骸置于斩中，1000年之后，你的族人就有机会回来。这斩中的神灵是明夜。桑九，你初入魔，并非无药可医。我已经设法炼化了吸髓印，我会试着用它帮你重塑仙髓。我问过药王了，他说只要你可以保持道心，假以时日，你定可以脱离魔道，重归仙途。桑九，我真的很喜欢和你在这里一起生活的日子。往后余生，我也只想过这样的生活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。你可以。你可以再相信我一次吗？这万年冰晶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腾蛇族。桑九，你听我说。他们说，只要我留天欢一条性命，就将这冰晶斩给我。
我答应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悲恨难平，可是只有拿到冰晶盏，你的族人才有重获新生的机会。比起天欢的命，你一定更在乎你族人的性命，对吗？明夜，你公正无私，以身作则，是个再好不过的神明。不过你终究不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一场交易。这世上并非一切都是可以公平度量、等价交换的。明夜，你还记得我父王曾经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吗？那个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去救白鸽的国王，最初让他做出选择的，也不过是那一点怜悯之心罢了。那只鸽子如此洁白可爱，谁能不心生怜悯？就像我，自然而然地对你动了心，喜欢上了你。即使知道我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我依然愿意为此拿起刀子。那时我以为这份孤勇足以让我承担代价，可我没想到这代价会这么大，这么大。国王为了他的一点初心，割尽了全身的血肉，而我为了你，害死了整个魔河。我是多么的可笑，多么的可恨。我只是个棒精，远没有国王那份前者。他不毁而非生，而我不行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的恨不得杀了我自己。自从天欢屠尽我漠河的那一天起，我心中就只剩下赎罪和复仇，再也没有你了。救我阿兄的办法，我自己会去找。战神明夜的这份情，我承受不起。仇日，我也会自己去审。天欢，腾蛇一族满门英豪，你怎能做出这种内外勾结、鸠占鹊巢的事情？是啊，
你也说我腾蛇一族满门英豪，我身为天昊之女，如何不能做这神域之主呢？笑话！你蒙父北阴壁，自己却未见尺寸之功，如何做神域之主？我们孙明夜神君奋战诸魔时，你在何处？我们绝不会向你低头。哼！神君归来，看你们腾蛇一族该当何罪？明夜，他甘愿自轻自贱，去那满是妖魔的荒渊救一个小妖，他有什么资格问我的罪？何况他能不能从那鬼地方出来还两说呢。不必废话了。既然你们不愿奉我为主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投入火阳鼎里烧了。你烧的多了，总有一条合我用的仙髓。用炉子炼化仙髓，倒是个好主意。不知杀了你们整个腾蛇族，能不能炼出点有用的东西？桑觉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他是魔，抓住他，杀了他！不，别杀我！再见了，天欢。我桑九今日在此立誓，明告天下，我将追杀腾蛇族人，直到世间再无此族。